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32.60， 收盘价是 210.73，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33.60， 最低价是在 210.5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回到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122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慢线呢是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趋于合拢。那出现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开始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下跌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上方是在233附近是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一路向下，那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跌破了各条均线值，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那下方我们会看到它是在25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那当日的成交量呢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但虽然是量缩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跌，然后抱有大的成交量，那次日呢，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我们也不排除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反弹的条件是次日股价要高开高走，并且呢不出现新低，只有出现这样的走势，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单一 K 线而言。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K 线组合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的这根绿 K， 包括9月4日这根绿 K， 也就是这根长红的实体包含了前面这根绿 K 的实体，那出现这样的K 线组合叫长红吞噬。那出现长红吞噬之后在抱有大的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2个交易日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股价呢日后一定会有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那这样的一个长红吞噬呢，它是一个下跌动能的 K 线组合，日后只有股价站上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也就是 233.60， 那么才会瓦解这个长红吞噬的下跌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对 K 线组合的一个解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收盘价会在238。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27。实际在9月6日收盘价是在 210.73， 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我们预测的回档呢不仅与实际发生的这个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股价在9月6日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下，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
对于9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03。那么在到达203之前，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是在210附近，还有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在206附近。那么这两个位置呢，将成为股价下行的强支撑。对，好，那么如果下方的203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么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包括前面的这根绿 K 呢，在这个地方将会形成一个头部，那么股价将会转为空头趋势，会继续下行。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82，在到达182之前，197，也就是8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成为强支撑。那么182如果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68。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仍然不变，还是235。那么目前股价要想到达235之前，除了各条均线值是压力之外，那么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也就是在222附近是一个强压力。这根红 K 的最高233附近，它也将是强压力。那股价如果日后能够站上235，将会再次出现头高，那么会继续延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56，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压力位，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是271。271如果能够被站上，将会继续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我们再来看9月9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230附近。那在9月6日股价高开之后，即出现反转向下，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股价出现了收低。那么到了9月9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210，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那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还有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组合，这是一个长红吞噬的下跌的动能的 K 线组合，所以呢，股价日后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唯一反弹的条件就是在次日股价不出现新低，也就是在210上方运行，才会有可能有反弹的走势。所以在9月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10，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呢，很容易会继续下行。这是我们关注210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2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的叫做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那它是一个下跌的 K 线。那这样的 K 线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倒垂线。我们会看到前一周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锤子线，那出现倒垂线还有长长的上影线，并且呢成交量是量增。
那出现这样的信息，将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那进一步下行的走势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对，好，那么这根倒垂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呢，在这个地方是在本周呢是出现了反弹，然后呢上方我们会看到还有长上影线，一个是有获利出场的卖压，还有就是空头力量。我们会看到它守的是周 K 线图当中的200均值，对。那么也就是当周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的。那么这根止涨信号 K 线只有被瓦解之后，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上行。因此，这根倒垂线的最高是在235这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上行的强压力。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当中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说，在9月2日，股价如果上涨反弹，会收盘在230附近。如果出现下跌呢，会收盘在205附近。在周中，我们是要关注212这个位置。212呢是当周这根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同时5均值也在它的附近。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在，当周股价虽然是一个当周股价是高开盘，然后呢，在当周股价一直是在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的，但是很遗憾，在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股价是从这个上方是出现了反转向下，收在了当周这根 K 线的底部，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观察线的附近。好，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么我们再给出在9月9日。在周 K 线图当中，如果股价下行，那么我们认为应该是在197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197。好，也就是说，股价呢将会跌破20均值。如果股价出现反弹，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收在220附近。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10。210呢，就是前一周这根倒垂线的最低。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就是股价如果出现新低，或者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倒垂线的最低呢，那将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那也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头。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这是我们关注前一根 K 线最低的理由，也就是210这个位置，我们取个整数。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9月5日收盘价230进场，获利目标呢是从235到240，但是很遗憾，在次日这根K 线虽然是高开盘，但是没有到达上方的获利目标，而且是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么我们给的守止损的位置是守222，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想
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是守9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10附近。那如果我们准确的说9月4日最低是在210.57，那么9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呢是在210.51，并没有跌破这个止损位。对，好。那么到了9月6日收盘价在210.73这个位置呢，我们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说是加仓的。那么如果通常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止损出场的。如果是想承受更大的风险呢，可以守9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空头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呢，实际上是我们给一个区间是213到217，那这个范围呢是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03，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并且而且还跌破了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并且呢还能跌破这根红 K 的最低，也就是说继续这样一个长红吞噬的下跌的动能，所以空头的目标一定是203。好，那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213到217，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位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在222，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34到235。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在207，第二个支撑是203，第三个支撑是197。第四个支撑是18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2，下方最低会到达205，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208附近，那么出现这样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呢，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么我们判断这个下行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休息的 K 线，或者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然后收盘价仍然留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下行。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0，最高上方会到达218，收盘价会收在214附近。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